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和大家分享10个你可能忽略掉的特斯拉 Model Y 的细节。第一个就是周 Mode， 昼模式。特斯拉全车有很多的摄像头和感应器，那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车会根据路况给驾驶员提供一些警报和提醒。有的人呢，就像伊隆马斯克这样提议过，说他有孩子在车上睡觉，当警报器响的时候，孩子就被吵醒了。所以特斯拉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叫做周 Mode。当你把周功能打开的时候，所有警报器的提醒声音都会降低。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孩子在后边睡觉的话，就不会被警报器的声音吵醒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的家庭里有孩子，一定要打开这个功能。打开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要点击触控屏，进入到安全的选项，然后在里边呢，你就可以找到周 Mode。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你可能忽略到的关于特斯拉充电的细节。在美国的节假日有一些特定的速充站，在特定的时间是可以免费充电的。那在平时的充电当中呢，在不同的时段也有不同的价格，比如高峰期就比平时呢要贵，有的时候甚至是平时2倍的价格。那高峰期呢，通常在美国是早晨的10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当你在外边充电的时候，最好是避掉高峰期。另一个你可能忽略掉的细节就是关于特斯拉的座椅加热功能。我选择特斯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座椅加热，因为我之前的车是没有的。但特斯拉的座椅加热呢，跟其他的车还有不同，它不仅前边可以加热，而且后座不仅左右可以加热，中间的那个位置也可以加热。除此之外更特别的是，特斯拉还可以方向盘加热。那我想这个功能特别是给一些住在北方比较寒冷地区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在冷的地方，大家可能都要戴手套，车如果放在外边待了一晚，你第2天进车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打开方向盘加热这个功能。这样的话，你开车就不需要戴手套了。谈到在雪天这样的环境之下，特斯拉还给特别住在比较寒冷的地方的人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功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呢比较寒冷，冬天会下雪，所以呢每一次呢车停在外边，起来以后呢车上都有厚厚的一层积雪，所以我们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面所有的雪要清理干净，否则的话时间长了就容易结冰，那就更不好清理了。但是特斯拉的有一项功能呢，它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还看到有车主在网上晒了一段视频，上面就演示了这个功能。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车顶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积雪，这个时候他就拿出手机进入到特斯拉的 App 里边，进入到空调里边就有一个功能叫做 Defrost Car， 就是给车解冻。经过了几分钟以后非常神奇的是，整个车上一层厚厚的积雪就全部的化掉了。所以如果你住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话，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方便了。如果你想打开这个功能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进入特斯拉的手机 App， 然后选择 Climate， 然后用手指往上一滑，就可以看到 Defrost Car。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安全方面的小功能。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其实是很安全的一辆车，不太会有陌生人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车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特斯拉还是有这样的功能，可以给你的车上密码。那第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的 Glove Box， 就是手套箱。你可以呢选择给你的手套箱上密码。这样的话，如果你在手套箱里面放一些私人的一些物品的话呢，就不会有人很轻易的能够打开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行车密码，你也可以选择给你的车设置4位数的行车密码，这样有任何人如果他偷了你的车卡进入到你的车，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把车开走。那设置行车密码呢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进入到触控屏，然后呢点击控制安全行车密码，就可以开启这项功能。那特斯拉除了硬体以外呢，其实我最欣赏它的就是它的软体。隔一段时间，特斯拉就会有新的
软件的更新，每一次的更新呢都会带来一些改变，其中有几次的更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有一次啊 ，Jessica 就开车去工作，我呢无意当中呢就点开了特斯拉的手机 App， 结果呀我就发现可以实时的看到车的行驶的状况。除了这个以外啊，特斯拉在最新的一次软件更新当中还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其中一个呢就是 Light Show， 如果你没有看过呢，欢迎去点击上方的链接。然而我觉得最实用的啊，就是在最新的一次软件更新当中，特斯拉解决了很多用户长时间抱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盲点的提示。这次的更新当中，特斯拉激活了左右两边的摄影机，所以当驾驶员打开左右转向信号灯的时候，屏幕上就会自动显示实时的左右的路况。另一个我觉得特别牛的一个功能，就是在这次特斯拉的软体更新以后呢，实现了驾驶员和副驾驶两个部分空调的分流。在旧的版本当中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听起来感觉好像驾驶员和副驾驶可以分别去控制自己空调那边的温度，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技术。如果是燃油车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能你只有换车去更新到更新一版的车才可以得到这个功能。但是特斯拉你不需要更新你的硬体，只需要软体升级就可以实现空调分流，所以这一点是不是非常的酷呢？接下来我讲的这个细节啊，也是跟这个安全有关，因为很多人会担心特斯拉有这么多的电子的按钮，但是一旦电子系统失灵的话该怎么办呢？其实这点呢完全不需要担心。比如说，如果你被锁到了车里，打不开车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特斯拉已经设置好了一个手动开车门的一个按钮，它呢就在主驾驶员的左手边，你可以很容易的呢找到这个位置，你只需要用手啊往上一提，车就可以手动的打开了。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充电枪，如果充电枪插在车里，你没有办法拔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手动的把它解锁的。这个位置就在车后备箱左侧的储物箱的上边，只需要用手一拉，充电枪就可以拔出来了。好了，这就是我这期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